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新聞摘要。現在是2026年4月23日，星期四。今天我們將為大家介紹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娛樂4個方面最重要、最熱門的新聞，請大家繼續收看。首先，我們來關注今天的政治新聞。4月22日，中國與柬埔寨舉行了外長和防長2+2戰略對話機制的首次會議，地點在金邊。外交部長王毅和國防部長董軍同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副首相兼國防大臣迪西哈共同主持了會議。雙方就雙邊關係、政治安全與防務安全合作以及國際和地區形勢等重要議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換意見，並在許多方面達成了廣泛共識。這是中柬兩國關係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外交進展，標誌着兩國在戰略合作層面邁出了新的一步。與此同時，外交部發言人就台灣當局宣稱賴清德暫緩竄訪斯威士蘭一事，正式回答了記者的提問，再次重申了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引發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的外交活動表明，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發展與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接下來，讓我們來了解今天的經濟新聞。今天的經濟領域有幾條非常值得關注的重要消息。第一條消息是關於節能降碳的。4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對外發布了關於更高水平、更高質量做好節能降碳工作的意見。這份文件要求充分發揮節能降碳市場機制的作用，落實好有利於節能降碳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引導金融機構圍繞重點領域提供多元化金融產品服務，並提出研究設立國家低碳轉型基金，以支持傳統產業和資源富集地區實現綠色轉型。專家表示，這一文件對中國如期實現碳達峰目標具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將有力推動社會資本廣泛參與綠色發展。第二條消息是關於廣交會的。第139屆廣交會第2期於4月23日正式開展，本期聚焦品質家居主題，展覽面積達到51.5萬平方米，共設置2.5萬個展位，涵蓋家庭用品、禮品及裝飾品、建材及家具3大板塊，並新設了時尚飾品、竹木餐具等4個專區。這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窗口，吸引了來自全球各地的眾多買家和企業參與。第三條消息是關於廣東經濟表現的。深圳市2026年一季度地區生產總值達到9594.13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 5.8%， 增速高於全國同期 5.0% 的平均水平。廣東省整體的外貿表現同樣非常亮眼，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實現了逆勢擴容，同比增長 19.4%， 規模創下歷史新高，貢獻度在全國位居領先地位。好的，接下來讓我們來看今天的社會新聞。今天有2條社會新聞特別引人關注，讓我們逐一來了解。第一條是關於保定紅色地下水事件的。保定方面通報了紅色地下水的最新情況，初步判斷此次污染與染料有關，污染企業的負責人已被依法採取強制措施。消息一出，立刻引發了廣大網民的熱烈討論。人們對地下水安全問題高度關注，紛紛呼籲相關部門徹查污染源頭，嚴懲責任人，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飲水安全。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們，環境保護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必須通過嚴格的法律手段和有效的監督機制來加以落實。第二條社會新聞同樣令人揪心。雲南一名幼童在10餘天內反覆出現咳痰帶血的症狀，醫生在其氣管內取出了一條
長達8厘米的活體蠕動螞蟥。這一消息令網友們感到十分震驚和心疼。醫生提醒，孩子在野外活動後，如果出現不明原因的咳嗽或痰中帶血，家長一定要及時帶孩子就醫，不可拖延，以防止類似情況再次發生。兩則社會新聞都充分說明，保障公眾的健康與安全始終是社會治理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一。最後，讓我們輕鬆一下，來看看今天娛樂圈的熱點新聞。今天娛樂方面有一條令人振奮的好消息：中國著名影視及演藝明星金莎，作為第48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評委，正式抵達莫斯科參加活動。金莎因出演電視劇《18歲的天空》和《神話》，以及演唱《被風吹過的夏天》等膾炙人口的歌曲而廣為人知，擁有大量忠實的粉絲。莫斯科中國文化中心也發布了消息，宣布將為金莎舉辦一場專屬的創作見面會。本屆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電影節之一，首屆電影節早在1935年便已舉辦。中國電影人受邀擔任如此重要的國際電影節評委，不僅是對金莎個人能力和藝術成就的高度肯定，更是中國文化在國際舞台上影響力不斷提升的有力體現。這一喜訊讓眾多粉絲感到驕傲，紛紛在網絡上為他送上祝福，期待他在國際舞台上展示更多中國藝人的風采。以上就是2026年4月23日今天中國新聞的全部內容。感謝大家的收看，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見。